家里的强插用的时间长了以后，就会变得非常的松动。你看插上去以后，它根本里面卡不住，就掉下来了。像这种情况是根本没有办法使用的。遇到这种情况呢，大家呢先不要着急去买新的强插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。其实呢，我们只需要把它拆开，简单的处理一下，就可以把它给修复好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。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墙壁插座给它先拆开，把这个盖子先打开。打开之后，然后啊，在它的后面这边可以看到啊，有4个卡扣，这边2个，这边2个，然后把这个卡扣给它撬一下，就可以把这个强插给它拆开。它的处理方法是非常非常简单的。我们来看，哎，就这样，你看上面的盖打开之后，然后啊，我们把里边这2个铜片给它拿下来，像这个插头插上去以后立马就掉了啊，里边夹不住。它的根本原因啊，就是上面这2个铜片的问题。它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，你看一下这个铜片这边这个缝隙就会变得非常大，这个也一样。它变得非常大以后呢，当这个插头插下去的话，它是根本没有办法夹住这个插头的，所以啊会变得非常的松动。像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铜片给它先拿下来，然后呢给它调整一下，就可以解决这问题。可以用个钳子把这个铜片给它修复一下，这样捏一下，哎，你看啊，就这样捏一下，让它这边的缝隙变得小一点。这样处理完以后，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插排里面，然后把另外一个给它再拿出来，也是啊，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它给处理一下。它的原因呢，就是用的时间长了以后，经常插拔，插的时间长后，这个开口就变得非常大了。哎，就这样给它捏一下。好，这样处理完以后，然后呢，把它也放到插排里面。放上以后，然后呢，把这2个固定螺丝啊，给它再放到原位，再给它放回去。好，放好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上面这盖子再给它扣起来，把这盖儿我们再给它扣上。现在呢，再来测试一下，我们来看，看变得非常紧了，是不是非常的好用？和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，怎么样啊？这个修复方法是不是非常的容易，是吧？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把锤子放在电饭锅里面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特殊妙用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它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实用。我们把这个锤子呢，给它放在电饭锅中间这个瓷缸上面，只有把这个瓷缸我们给它压下去，压下去了以后，然后这个电饭锅它才能正常加热。好，我们把它压下去，然后呢，打开电饭锅上面这个开关，你看马上发热盘就热了。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？你看像家里的 LED 灯非常的不耐用，一般用一段时间就坏掉了，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的修好这个 LED 灯。像这些小灯珠啊，用电烙铁是没有办法更换的，所以说我们把里边这个灯板给它拆下来，然后给它放在电饭锅这个发热盘上面，给它加下热。我们来看这个发热盘加热速度是非常快的，然后呢，用个螺丝刀把它按住，以免这个灯上面这个板来回跑。仔细看上面这个灯珠两侧这个焊锡融化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镊子把这个小灯珠给它捏下来。换灯珠的时候呢，找个好灯珠，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它再放上就行了。我们来看怎么样？你看这个灯珠啊就已经掉了，是不是非常的快？是不是？等温度到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饭锅给它停止加热。其实上面还有余温的，我们用这个余温也可以把上面的灯珠拿下来，你看。然后呢，按照同样方法再放上去一个好的灯珠就行了。更换灯珠呢，你看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方便。你看没有？上面的原件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把它给拆下来。这个呢就是电饭锅它的一个特殊妙用啊，非常的实用，修 LED 灯。怎么样呢？用这个方法其实比电烙铁要好用的多，非常的实用啊，也非常的简单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电源板的维修方法。无论是家用电器或者是数码产品，只要是坏掉不通电了，其实呢，像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上面的电源板出现了问题。像上面这个数据板一般是不会坏的，
这个视频呢，就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，如果电源板坏了以后，不会检查该如何维修它。首先呢，咱们先把这个电源板给它先拆下来。拆开以后啊，咱们首先从外观上检查这些贴片元器件，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烧坏的。如果没有呢，再检查一下这一面，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烧坏的这些大的电子元件。检查以后发现这个电容有一些轻微的鼓包。这个电源呢，它是不通电，它是和这个鼓包是没有关系的。它鼓包了以后，只会影响电源它的输出电压偏低，或者是它负载能力差。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容鼓包引起的。而这个电源呢，它是没有电压输出，像这种情况是和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这样呢，我们首先再来测量一下，看一下这块板呢，先测量一下上面这个保险有没有问题。这块板上面是有2个保险，我们看一下，一个小的方块的，这个呢是一个5安的保险，而这个呢也是一个保险，这是一个3.15安的保险，这是2个保险。我们先用弯表来测量一下，先把弯表调到风鸣档，然后呢先测量这个保险没有问题，然后测量下一个已经开入不导通了，就说明啊是这个保险已经坏掉了。像这个保险呢，在电机当中它一般是不会坏掉的。如果它坏了以后呢，还接着需要再检查一下别的元器件。如果不检查，直接换个保险，在通电的时候，它还会接着再把这个保险烧坏。接下来呢，再检查一下上面的整流桥，还有它的电源管理芯片，看一下有没有问题。如果它们坏了之后，也会出现烧保险。首先咱们看一下这个4条头的，这个就是整流桥。然后呢，它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一个直插的，它是一个7角的。咱们主要检查一下这2个元件。先不用把它们拆下来，直接就在板子上面大概测量一下就可以了。如果发现有击穿短路的，就说明是它已经坏掉了。整流桥听着这2个硬件是导通的，但是呢，先不用考虑啊，它是因为这儿是并联了个电容，所以呢，它会出现这个分明器，是通的状态。现在呢，咱们先把这个电容给它拆下来，然后呢，再来测量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整流桥还短路不短路。如果不短路了，就说明啊，整流桥它不坏；如果还短路，就说明整流桥也坏了。好，拆下来以后，咱们还是测量这2个硬件，已经没问题了。不短路就说明整流桥它不坏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就要再测量一下上面的这个电源管理芯片，还是一样啊，就在板子上面大概测量一下。如果它坏了以后啊，就会出现短路的状态，击穿短路，也是没有问题啊，没有发现击穿短路，大概的就可以判断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它没有问题。检查完这2个元件以后啊，其余的元件就不需要先检查了。现在我们就需要就是先找一个同样大的电容，这是一个400伏33微发的电容，在这儿呢我没有合适的，然后呢从这个电动车一个非电动车板子上面找了一个400伏47微发的，这个47微发的也可以代替33微发的，这个容量比它稍大点是可以的，容量呢不能比它大的太多了。现在咱们就把这个电容给它先拆下来，然后呢把它装上，把它们都换好以后啊，就给它通电来测试。通电测试的时候有个重要的一点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不然的话还会接着再烧坏这个电源板。首先呢，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电容在安装的时候是有极性的，画这个白杠这边要对准板子上的这个标志，这个黑色的这边是负极，然后这边是正极，这正负极一定要弄对，如果弄错了之后，在通电的状态下，这个电容可能啊就会出现爆电容。焊好以后，然后把保险也换了。接下来呢，就重点来了。这个板呢，因为我们也不能确定它到底还有没有烧坏的元件，还有没有短路的情况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通电测试的时候，一定要给它电源上面串联一个灯泡，就是做个维修插排。我这儿呢就已经做好了一个，串了一个白纸灯泡。现在啊，咱们就把这个电源给它通上，看一下灯泡呢，如果不亮，就说明它没有短路的地方。现在咱们看一下，我已经把它通上电了。指灯已经亮了是吧？亮的就说明啊，这电源板咱们已经修好了。家里有这种报废的打火机，以后就不要再扔掉了，
其实呢，我们只需要把它拆开，简单的改造一下，就能变成是一个腕表。它有腕表上面很多功能，有的这些功能呢比腕表还要好用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啊，把这个打火机先把上面这边这个铁罩、防风罩给它先拆掉，然后把按压的这一块也给它拿下来，还有里边这个金属部分，我们把里边的这个小垫子给它拿下来。我们用它呢，第一个功能可以做什么呢？像家里的一些电线，假如啊这个电线不过电了，这个线通不通、断不断，没有腕表怎么办呢？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的检测家里的电线它的通断。像这种电饭锅上面、电脑上面使用的线，也可以用它快速的来检测。我们来看，先来检测一下。首先呢，这里边啊是3条线，每条的来检测。其实这个方法呢比腕表还好用。我们来看，先测中间这个，感觉这个手啊有点麻呢，就说明啊中间这条线它是通的。如果手不麻呢，就说明这条线它是断掉的。然后我们再来测量另外2条，你看，就这样测量一遍，就能快速的知道这个电源线到底通不通、断不断、有没有问题，就能快速的知道。无论这个电线有多长，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快速的检测。然后呢，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第2个妙用啊，其实呢比腕表还好用。首先呢，我们用它不仅啊可以快速的检测家里坏掉的 LED 灯，而且呢用它也可以快速的修好家里的坏掉的 LED 灯。像这个灯不亮了、坏掉了，我们呢首先把这个灯罩给它先拆下来，把里边的这个灯板拆出来。拆出来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快速的检测。第一步呢，就是先检测灯珠的好坏。第2步呢，我们就开始维修它。我们你看啊，用它呢，在这个灯珠的侧面来按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灯珠亮不亮。如果不亮，就说明这个灯珠坏掉了。我们看其他的灯珠都是亮的，就这个灯珠它不亮，是吧？我们再仔细看一遍，是不是就它不亮？不亮呢，就说明啊这个灯珠坏掉了。用它检测灯珠啊，比腕表还好用。像腕表呢，只能检测3伏的灯珠，但是有些灯啊，大部分用的都是6伏的，所以用腕表是没有办法检测的。我们来看，腕表这样测量，这个灯珠不亮，然后反过来还是不亮。不亮呢，就说明啊这个灯珠它不是3伏的，它是6伏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用个打火机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小灯珠给它换掉了。你看加热了以后呢，这个小灯珠就这样轻轻一拿就掉了，然后找个好的灯珠把它放上去，就可以把这个灯给修好了。怎么样啊？打火机上面的功能是不是使用起来比腕表更加的简单、更方便呢？当我们在加气砖或者是泡沫墙上打孔固定这个螺丝的时候啊，你看这个膨胀螺丝钉啊，已经啊都拧出这么长了，但是呢还是比较松动，你看一晃就成这个样子了，一点也固定的不牢固。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，教大家一招啊，很轻松就可以让这个膨胀螺丝钉固定的非常的牢固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螺丝给它拆下来，我们啊还是用这条螺丝，还是用这个孔把它拧下来以后，然后就用它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方法。有一些朋友说这个解决方法很容易啊，就是找一个比它大一型号的膨胀螺丝钉把它塞进去就可以了，但是这个方法也是不行的。当你把它拧紧以后，它还会松动，因为这个墙体呀太松软了。固定不牢固的根本原因啊，就是这个膨胀螺丝钉啊这边膨胀的这个膨胀度不够。解决的方法呢，就首先啊，先把这个膨胀螺丝啊给它先拆开，然后呢把这个中间这个钉和这个套管给它先分离开，然后呢找一个硬铜线，没有硬铜线呢，其实啊就用一个硬铁丝也可以啊。然后把这个铜线外皮给它先剥掉，剥掉之后呢，接下来先把这个铜线给它对折窝一下，然后呢用钳子给它再修整一下，中间修个圆形状，然后呢把它套在这个螺丝杆上面，把上面这个圆孔啊给它再固定一下，然后呢再给它修整一下这个铜丝。修整完以后，我们看一下就这个样子的。接下来再看啊，这个铜丝距离太长，留得太长了，给它剪短一点。剪下来以后呢，仔细来看一下这个铜丝长度呢，不要让它超过这个螺丝杆上面这个丝扣。然后呢，
把上面这个原来这个套管啊再给它套上去，套上以后把原来的螺丝垫片都给它再固定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当我们在拧的时候啊，前面呢它的膨胀度就会变得很大。现在呢咱们就把这个螺丝啊再给它放回到原来这个孔里面，接下来呢给它拧紧，来看一下这个效果。先往里面砸一砸，然后呢开始拧，拧完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啊？非常的牢固，是不是一点也不晃了？而且呢外边这个螺丝呢也没有拧出来这么多。这个就是泡沫砖或者是加气砖固定膨胀螺丝的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。在水表上面放一块磁铁，就可以让水表转速非常慢或者不转。很多人呢都听老水工师傅们讲过这个问题，到底这个方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也没有亲眼见到过，是吧？今天呢我来给大家来测试一下。首先呢你看这就是一块磁铁，你看可以轻松的吸到这个水表上面。我们来测试一下。首先我们第一步就先把这个磁铁放在这个水表上面。你看这个表针是个金属的，我们把它放上以后，然后呢给大家演示在这边给它注入空气，看一下这个表针它转不转。我们来看，还是转，是吧？我们看放个磁铁是没有作用的。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其他的位置，是不是位置没有放对呢？给它先放在这个水表的进水口，放这边，然后再来测试。还是一样，这个表针还是在转。我们把它再放在中间的位置来测试一下，没有起到作用，是吧？这个表针呢一样，它是可以转动的。放在出水口的位置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到底能不能管用啊？也是可以转的，没有任何作用。它这个根本原因就是水表它里边的表芯和磁铁，它们两个是没有办法产生感情的。把这个水表这个表芯给它拆出来，让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。我们先拧开它，然后把这个罩子拿掉，再取出里边的表芯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它起不到作用的原因呢，就是你看这个表芯里边它都是所有的配件都是塑料的，你看它和磁铁是没有办法产生感情的，所以说它们两个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是吧？没有任何作用，是吧？所以说大家以后呢就不要用这种方法，其实呢是没有任何作用的。想要水费变得少一点呢，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使用水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节约用水，这个才是根本原因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咱们修一个5伏的开关电源。这个开关电源一开始的问题它是没有电压输出，拆开以后我发现这个线路电阻还有主滤波电容已经鼓包了。现在我已经把它都换上去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坏的已经炸了这个，然后这是一个坏的线路电阻，也都烧坏了。换上去之后，它这个输出电压是有了，不过它的电压输出偏低，达不到5伏，然后它也带不起来负载。现在我们给它充上电，来测量一下它的输出电压。现在空载电压是 4.92 伏，然后也能轻微的听到这个电源板有呲呲的声音。正常的5伏的电源板，它的输出空载电压应该在5伏多才对，现在空载连5伏都达不到。我们再给它连个负载，再量一下它的电压。这个电源板我是从这一块万年历上面拆下来的，现在我已经连上负载了，我们测量一下看它的输出电压。现在是4.7伏，它的电压还一直在跳变，电压是明显偏低的。电源板输出电压偏低，很多都是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它这个容量变小引起的。现在我们把电容拆掉，来测量一下，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。我们仔细看一下电容上面的两个引脚，看一下好像是漏液了，看有辐射出来的东西。然后这个电源板从这边也能看出来，应该是漏液容量降低引起的。这是一个25伏330微发的，像这种情况我们也不需要测量它了，直接把它换掉就行了。然后这个输出这边还有个25伏
100微发的，我们把这个拆掉来看一下。拆了以后，我们看一下这电容，从外观上看着是没问题的，有一些电容损坏是看不出来的。现在我们用弯表来测量一下，看它的容量有没有降低。我们先给它放下电，然后再测量。103，这个容量是正常的。现在找了一个25伏330微发的，我们把它换上去来试一下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把电容都换好以后，我把它已经连在这个负载上面了。现在我们给它通上电，再测量一下它的输出电压，看是多少伏。现在电压是 5.84， 它原先在这个输出部分串联了一个整流二极管，串联上整流二极管之后，它会再降 0.7 伏的电压，实际上就会变成 5.1 伏，电压就正常了。现在我们把这个二极管再给它装上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维修 LED 灯的时候更换灯珠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小方法，而且这个方法呢特别实用，不需要电烙铁，也不需要专业的这种更换灯珠的加热台，不用专业工具就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更换灯珠，而且换上去的灯珠效果呢是和加热台的效果是一样的。不仅方法简单，而且还特别的耐用。我们在修灯的时候啊，一般的这个灯珠坏了之后呢，我们就需要从一块废板子上面拆一个灯珠下来，然后呢我们给它更换上去。拆灯珠呢，我们一般呢是不能用电烙铁的，因为这个电烙铁拆完的灯珠直接就拆坏了。我们先看一下灯珠下面啊，中间还有个点的，我们看一下，电烙铁拆的时候只能拆两边，中间是拆不到的。我们如果把它硬拆下来的情况下，这个灯珠就拆坏了，所以说是不能往上面安装的。就算安装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啊，电烙铁安装灯珠的时候它也是不耐用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焊的时候只能焊住两个点，中间是起到散热作用的，电烙铁也是焊不上去的。所以说经过电烙铁换上的灯珠是不耐用的。有些朋友可能会说直接买个加热台就行了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因为啊你不是经常修灯的，所以说呢买个加热台也不划算，是吧？不像我经常修灯可以买个加热台使用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这个方法呢就是非常简单了，不需要专业工具啊，在家里边都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用的东西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需要拆灯珠的这个灯条呢，我们放在桌子边上，找个东西呢把它压住，不让这个灯条来回的跑，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拆灯珠的。压好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拆这个灯珠。我现在把镜头给大家拉近一点，然后呢大家就能更好的学习到怎么拆这个灯珠了。然后呢我们再需要准备一把镊子，因为我们拆灯珠的时候需要用镊子把这个灯珠给取下来，还有安装的时候也需要用这个镊子把灯珠再给它装上去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灯条固定好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呢就需要用一个打火机，然后呢我们在下边给它烤就行了。烤一会儿之后，这个灯珠就可以拿镊子把它给取下来。我们看一下下边已经起泡了，是吧？掉了是吧？现在等我们安装的时候，再给它放上就行。这种取灯珠的方法是非常好用的。等我们安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正负极找准正负极的位置，镊子夹好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安装灯条，安装了灯珠。安装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在下边烤，烤化之后我们给它放上去就行了。正负极一定要弄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灯珠就已经换上去了，这样换的灯珠是最耐用的。用普通电烙铁焊接不锈钢，大家来看一下，1秒钟就焊上去了，非常的容易。看一下，已经成功了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有的一些情况需要用电烙铁焊不锈钢，但是啊，经常玩电烙铁的人都知道，这不锈钢上面是根本不沾锡的，想往这个上面焊是根本粘不上去的。无论呢我们是用这个焊油还是用松香，它都是不好用的，根本粘不上去这个焊锡。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用的方法，大家以后呢就不用去花钱买专业的不锈钢助焊剂了，因为一年也焊不了1-2次，买它还是有点不合适的。磨好焊油以后，然后拿出这个焊一丝，这个焊一丝呢是最普通的焊一丝。现在呢咱们用电烙铁往上面来焊一下，试一下，多来点焊一丝，
看一下能不能焊上去。这个锡还是挺多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背面，看一下根本都不粘，是吧？这焊锡这么多，粘不上去。咱们再蘸点松香测试一下，看这松香能不能把它焊上去，还是再多来点焊锡丝。好像是没有任何反应，是吧？看到没有？这个上面呢，不锈钢上面根本都挂不住锡，太光滑了，是吧？上不去。看我这焊锡，它乱跑乱流，它也不会往上面粘。这方法是不行的。前几天我从网上看到个视频，吴师傅说啊，用这种液体蘸点这个东西就可以焊不锈钢。他说非常的好用，比专用的助焊剂还要好用。今天呢，咱们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他说的方法好用不好用。如果好用的情况下，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种液体；如果不好用，我也不用给大家来分享了。首先，他说先蘸点这个东西，然后在这个需要焊的不锈钢表面给它擦上去一点，给它擦干净以后，然后用电烙铁先把这个表面给它加下热，加热以后，然后呢，松香这个焊锡丝上面也需要蘸点这个液体。咱们来试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焊上去。烙铁也给它来点吧。好，咱们试试啊，看能不能焊上去。还是一样，给它多来点焊锡丝。哎，看一下，是不是非常的容易，是吧？一下子焊上去了，看，粘上去了，是吧？咱们往这个上面焊一个电线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它到底牢固不牢固。让它先冷却一下，好像已经冷却完了，咱们拽一下，看能不能把这个拽下来。非常的结实，是吧？根本拽不动，看到没有？拽不动的，太牢固了，是吧？直接拽断了，这个焊点它也不会掉。没有想到这个方法太好用了。其实这个液体呢，就是我们家里面卫生间用的这种洁厕液，大家不要忘记了收藏一下本视频。我们来看一下电机上面这3条线，哪一条线接电容，哪一条线接220伏的电源线呢？很多人都不知道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接线方法。像空调、洗衣机、排风扇使用的都是这种3根线的单向电机。这种电机使用的是比较广泛，但是呢，这种电机坏的也是比较多的。在我们维修的时候买过来个新电机，因为啊每个电机它的厂家不同啊，它用的这3条线颜色也不同。新电机和旧电机上面这个线不一样，没有办法接，不会接怎么办呢？有些人会看上面这个标签，但是呢自己也看不明白怎么办呢？其实啊，我们就可以用网表，只需要测量一下这3条线，就能立马知道哪一条线接电容，哪条线接220伏的输入电。把网表我们给它调到电阻档，然后呢，把这3条线分别测3次，2条2条的测3次。先测红紫74欧，然后红黄37欧，然后再紫黄也是37欧。我们测的阻值最大的就是这个红色和紫色，它是74欧。这个阻值最大的呢，这2条线就是接上面的电容的。我们把这个电容这2条线给它接上，阻值最大的接电容。好，我们接好以后啊，然后剩下这条线是接220的输入电，因为这个单向电机是不分火线和零线的，任意接上都可以。接好以后，这个220的电还剩下1条，这条线我们接到哪儿呢？刚才我们测量的时候，这2条线就是黄和紫是37欧，然后黄和红也是37欧，这2个阻值都是一样大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接的时候呢，任意把它接上都可以。我们先接这个红色的，如果我们接上这个红色的，接好了以后，它是正转的情况下呢，那么我们把这条线给它再接到这个紫色的上面，这个电机呢就会反转。我们把它缠上胶带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它能不能转，再看一下它的转向到底是正转还是反转。先简单的缠个胶带，插上电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电机转动了，这个转的方向呢是反转的，倒转，我们看倒转是这样转的。然后呢，把这2根线我们颠倒下位置，
它就会应该变成是正转，然后把它接在这条紫色线上面。接好线以后呢，然后再通上电，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呢？看一下这个转的方向已经变成顺时针了，拔掉电源，看一下转慢以后是不是顺时针，是吧？就这么简单，是不是？电机上面这3条线接电容、接电源线的方法呢，就这么简单。好了，感谢大家观看。